今日我要分享一本奇特又深奧嘅書，就叫做《大雜書考》。呢本書咧探討咗日本江戶時代到明治年間民間生活指南大雜書嘅演變過程，占卜啊、醫療啊、吉凶預測，甚至乎風水嘅秘訣，全部都記載喺呢一本日常百科全書入面。究竟呢啲知識點樣影響咗日本人嘅生活？我哋一齊嚟發掘一下呢一段被遺忘嘅文化歷史。所謂大雜書，其實就係咧一類集成咗占卜、曆法、草藥療法同埋生活建議嘅書籍。嗱，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一個古代版嘅生活百科全書。大雜書考提到，大雜書將係呢個曆法、占卜等等日常知識簡要集成，起始於17世紀嘅初期。嗱，例如啦，佢記錄咗病人根據發病嘅日期推測呢個病情嘅輕重，同埋佢仲記載咗喜屋啊、結婚啊等等人生大事嘅吉日選擇，甚至乎講到金神嘅方位要點樣避開。嗱，先解説一下先。金神喺日本古代嘅陰陽道裏面啦，係一位重要嘅神明，主要咧象徵住災厄同埋禁忌。咁佢喺日本傳統文化入面咧，係一個令人敬畏甚至乎恐懼嘅存在。通常咧被視為帶嚟不幸同埋災禍嘅神靈。好啦。當時嘅日本呢一本書啦成為庶民嘅生活指南，無論係病咗啊定係要搬屋啊，都會參考嘅大雜書。咁多實用知識究竟喺邊度嚟㗎？原來大雜書嘅主要知識來源呢，係日本古代嘅陰陽道典籍、占卜書同埋呢個醫療文獻，其中最具代表性嘅就係《蓋墓內傳》。嗱，呢本書咧記錄咗大量同神靈、星宿、方位有關嘅知識，為呢個江戶時代以嚟嘅民間生活指南啊，提供咗深厚嘅文化基礎。大雜書考就指出，《蓋墓內傳》係日本陰陽道經典之一，內容圍繞住12支十干星宿同埋神靈嘅傳說，仲將呢啲抽象嘅觀念轉化成具體嘅生活建議。例如啊，甲乙木神其本地乃藥師如來，即係換句話講，古代日本人將藥師如來視為甲乙木神，代表住草木生長同埋生命力，象徵住健康同埋療愈。所以某啲日子咧被視為採集草藥或者服用藥物嘅最佳時機。嗱，呢啲結合咗神秘信仰同埋實用知識嘅文化傳統啦，反映咗大雜書嘅具體應用上面。佢哋將呢個占卜啊、醫療啊同埋占星術轉化成一個日常生活嘅指南，仲喺呢個農業、婚喪嫁娶等等嘅領域裏面發揮功能。大雜書考咧記錄咗古代疾病嘅診斷，例如我哋常見嘅占卜方法啦、好似啦，根據病人嘅生肖同呢個發病日期嚟判斷吉凶。如果病發日同生肖相沖，古代咧嗰啲人咧就會覺得咧病情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需要額外嘅儀式或者呢個調整治療方法。雖然大雜書表面上充滿住呢個占卜色彩，但佢哋嘅藥草療法啦嘅記錄咧，其實係好有呢個科學根據嘅，甚至乎咧喺呢個明治時期成為咗一個最早期嘅醫療發展嘅重要參考。好似針對排尿困難咁啦，嗱，書裏面咧就提出咗好多草藥嘅療法，好似小便唔通啦、窒下嘅時候咧，將呢個甘草啊就煎煮成呢個腰湯，就有呢個療效嘅。另外，針對呢個喉嚨痛嘅問題啦，大雜書咧就建議喉嚨痛嗰陣時咧，就將啲山蠶燒成灰，用絹去包住含喺口裡面。嗱，喺生活嘅其他方面啦，好似婚喪嫁娶啊、建築啊、出行等等咧，吉凶占卜咧亦都係不可或缺嘅參考嚟嘅。書裡面提到，起屋嗰陣時咧就應該避免金神所在嘅方位。嗱，呢段文字講明咗當時嘅人咧對方位禁忌嘅高度重視。如果金神位於呢個房屋建造嘅方位，當年咧就應該避免去修葺啊、修建啊，因為會視為呢個不祥啊，可能咧會帶嚟呢個疾病或者家庭不和。大雜書咧就唔單止係一個迷信嘅指南，而係一套結合咗醫學、農業知識同埋民間智慧嘅綜合生活手冊。書裡面嘅內容咧，其實反映咗當時社會點樣結合信仰同埋實用知識，令到占卜變得科學化。大雜書考咧裡面就提到，雖然占卜聽起嚟咧就好似毫無理性可言嘅，但係咧江戶時代嘅庶民生活裏面咧，占卜術就同樣具有呢個實際嘅功能。大家會透過大雜書裏面嘅指引去調整自己生活嘅節奏，
避免喺呢個不吉日進行呢個重要嘅活動，從而減少因為自然變化或者社會動盪帶嚟嘅風險。所以大集書既係一部日常百科書籍啦，亦都係古人面對未知世界嘅一種精神安慰。佢哋咧透過占卜、推算同埋醫療建議，將命運管理納入呢個日常決策，實現咗同自然力量對抗同和解嘅平衡。結論上面，大集書咧表面上就好似好迷信咁啦，其實咧係一部集古代智慧、醫學經驗同埋信仰習俗於一身嘅文化寶庫，反映咗日本民間文化點樣咧喺呢個信仰同埋科學之間揾到個平衡。雖然大集書深受平民百姓嘅喜愛，但係學者同埋權威階層對佢嘅評論咧就冇咁友善啦。例如儒學者貝原益謙就曾經批評大集書裏面咧有好多好唔合乎理性嘅講法，就唔應該盲目相信嘅。而書裏面咧亦都舉過一個例子嘅，講述一位江戶時代嘅婦女因為迷信占卜而延遲咗就醫，導致到呢個病情惡化。但係最有趣嘅係咩呢？大集書咧係不斷被重印嘅，甚至乎內容咧係越嚟越豐富㗎。書商咧就宣傳就話啦，今次咧就重新修訂，增補更加多嘅內容，所以再次出版。大集書考咧就提醒我哋，所謂冇用嘅占卜書，原來喺呢個江戶時代民眾嘅生活智慧嘅結晶嚟嘅。就算咧佢被視為不遇之書，即係唔受重視嘅書啦，但係咧佢記錄咗當時人類點樣面對疾病、災難同埋未知嘅世界。今日我哋咧可能咧唔再相信占卜，但係睇翻咧大集書會發現，知識嘅傳播咧未必係由上至下，反而喺民間咧就不停流轉同埋更新。好，睇完大集書考咧，我有少少俾呢個古人對未知世界嘅敬畏同埋探索精神咧感動咗嘅。喺現代社會資訊隨手可得，但係咧千幾年前嘅人咧就只可以單憑觀察自然嘅變化，將零散嘅經驗同埋信仰結合，形成咗一套屬於自己嘅生存智慧。當時嘅日本人面對風雨無常、病痛困擾，但係咧就冇俾呢個恐懼吞噬，反而試圖用占卜、曆法同埋呢個草藥療法去解釋生命嘅喜樂。佢哋手上面嘅大集書啦，係一本充滿謙卑同呢個求知精神嘅生命指南，提醒我哋即使喺呢個荒誕不經嘅占卜背後，亦都隱藏住深刻嘅人類智慧。有陣時我諗，所謂迷信真係迷信咩？其實咧，可能只係古人對命運嘅另一種回應。佢哋嘅占卜術係一種儀式啦，更加係對未知世界嘅情感安慰。嗱，呢啲古老嘅智慧裏面咧，我睇到咧對生活深深嘅熱愛同埋尊重。呢本書咧提醒咗我，即使面對不可預測嘅命運，人類從未停止過尋找秩序同埋希望。嗱，呢個咧我覺得係最動人嘅地方。如果大家中意我頻道嘅話，記得訂閱我頻道，再撳埋鬧鐘，咁我哋更新嘅時候你第一時間知道。